我与天心又接受了一个全新的挑战。这次的案例是个医学界的专业人士，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盗取医院的尸体而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在这个人工作的地方，我找到了全新的线索，认为他在犯案的背后一定另有内情。在安全访谈中，我、天心跟这个叫 Frank 的人开始了正面的交谈，而这次被别人看成疯子的男人，却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你们真的认为活着就这么简单吗？不过也怪不了你们，你们都只是普通人，又怎么会明白活着的意义呢？那我真想听听看，你对活着的定义是什么？现在的人，大部分都是用冰冷的、毫无感情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有很多人仍然以是否还在呼吸去判断一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可是你们知道吗？在波兰有一所大学，他们的分子生物研究所认为我们现在花费很多的时间去研究什么是生命，却很少去思考究竟怎么样才算是活着。这个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那些天生没有生殖能力的工蚁根本就不算是在活着，反而一些能够自我复制的病毒、细菌，甚至是寄生性的 DNA， 能通过不同的方式去繁衍自己的后代，他们反而更加接近活着的条件。听到这里，你们明白了吗？你的意思是说，即使人类灭亡了，只要还有 DNA 留着，我们就可以继续繁衍，继续复制。你就是为了实现这些论点，才去盗取尸体吗？我是在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我在做一个制造生命的实验。制造生命的实验，会是个什么样的实验？这样，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对人体的结构有什么认识吗？以前念书的时候有学过，是由9大系统组成。我是想利用机械去取代人体的生理结构。有可能吗？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要以机械去完全取代人体的系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需要一些尸体去做实验。你成功了吗？一部分吧，但是至少我解决了神经系统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们人类的神经系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弱电讯号，我利用了金属线去连接尸体的手脚，然后通电，它们就会有所反应。可是那种反应只是属于一种条件反射，没有肌肉的配合，它们的反应就是没有自主性的抽搐、痉挛，就跟我们上课的时候用来做试验的青蛙腿一样。所以单纯的通电对神经系统根本就是毫无意义。我需要做到的是在大脑的控制下来支配整个身体各个部位的活动。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去盗取那些尸体的大脑？我是用自己编写的软件去代替大脑的。那我想，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脑袋怎么能配得上我的伟大作品呢？好，我就当你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可是，人体的循环系统，你不可能把机器放在里面吧？没看清楚我的档案吗？我是个生物科技的专家，以现在干细胞的研究进度，
我想不出10年，就能够培养出大部分的内脏来。但今天既然还没做到，所以我就只能先拿一些现成的来用了。怪不得你是选择性的去盗取尸体，你要选的是那些完美、没有创伤的内脏，来完成你疯狂的实验。没错。 Frank， 难道你没有想过，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盗取别人的尸体，来完成你自己的愿望，是一件非常缺德的事吗？而且你知道吗？你已经犯了法，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就是接受我们的治疗；2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你怎么选？其实这2个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干大事就要不计后果，我做好心理准备了。以你的经验跟学历，这么做有意义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你认为这么做不值得，是因为你不明白，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壮举，我在踏足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领域。你们可以说我是神经病，也可以抓我去坐牢，这些对我来说都不要紧，我无所谓，反正我在做的，你们没有一个人明白。慢着，你说你拿取了别人的尸体，去研究一个制造生命的实验，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甚至是血液循环系统，我就当你把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可是如果不用人类的大脑去控制，你最多也只会制造出一个只有4肢、有头部的恐怖机器人出来，那又怎么算得上制造生命了呢？加上你刚才所说的，要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才可被称为活着，所以你之前说的那些理论呢，现在完全可以证明你在说谎。让我来补充一下好吗？其实你想要做的，只是一个容器吧，对吗？就像科学怪人里的 Frankenstein， 你利用你自己的科学知识，去制造一个可以延续生命的容器出来。在你死了之后，我想你会把自己的大脑放进去。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你要盗取的都是女人的尸体？难道你想变成一个女人吗？所以我说过了，你们只是普通人。我想我没有必要说下去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情侣吗？天心是我的未婚妻。高凯，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说很羡慕我们2个。表姐，表姐，我们刚刚谈到哪里了？你还好吧？最近睡得不太好，怎么样？讨论有什么结果吗？我们怀疑 Frank 是为了一个人才开始做这个实验的。为了一个人？我刚刚怎么没有听到这段话？在弗兰克林走的时候，他回头望了我们一眼，接着我就感觉到他是在很怀念以前的一个人，那个人应该不在了。你的意思是，他是为了一个死人才去那么做的？嗯。
目前为止，我们是这样猜测的。可能还需要你多帮我一个忙。没问题啊，你说，我尽量帮。我想知道有哪几间是用来做人体冷冻技术的机构？有，目前只有一家那么做。但是，你的意思是说，Frank 把自己的恋人用冷冻技术保存下来了？极有可能的。就算 Frank 真的有这么做过，你怎么去证实他是 Frank 的恋人？难不成你要打开数据库，一个一个来查吗？这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将查询的范围缩小啊，这样不会容易一点吗？你想查什么？我们想查一下，在过去的6个月内有没有将人类大脑寄存的记录。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很快可以找到。好，我帮你问一个朋友。你啊，越来越聪明。喂，林医生，哪里有啊？我是理事会医生。这样下去啊，哎，你可能就不需要我有点事情去帮那些想找你病人帮忙。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以后比猪都蠢。嗯，好，那我等你消息。不要进来！你终于肯说话了。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再有任何的接触吗？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吗？对什么事情，说断就断。你究竟想怎么样？开门。不行，还不是时候。你知道，如果我非要见你，我可以把你抓出来的。我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会尊重我的意愿的。你为什么不拿杂志？我已经决定不看了，你以后也不用再给我订了，麻烦了。连你唯一的兴趣都可以放弃，看样子你是逼我把你送到隔离区是吧？是因为我觉得那里面已经没有我想看的东西了。你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舍不得了？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个情况就像一个女孩终于到了长大的一天，不论怎么舍不得，也要放弃那个陪伴了自己很久的洋娃娃。你明白那个感受吗？我跟作者见面了，他怎么说？他说他在你身上
没有做过任何手脚，所以在他眼中，你是自由的人。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他说的没错，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束缚了，是吧？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肯见我？我不是不想，我是怕在见了以后，会加深对你的伤害。如果你是个自由的人，没有任何的事情或事物会让你操心，那既然如此，对我有没有伤害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想请你尊重我的意愿。你曾经跟我说过，你希望给更多被误解的精神病人多一些帮助。我在做这样的计划，如果需要你的帮助，你不会拒绝吧？你又想干什么？到时候就知道了。我没有不尊重你，要见你的那个人不是我。准时吃药了吗？有。你先去吧。何医生，那我先过去。高先生，关于弗兰克的事情，我没什么再说的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你好像还忘了告诉我一件事，你跟 Frank 是很好的朋友吧？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一个自私、害怕背黑锅的人，所以才会把医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都给隐瞒下来。可是你并不是，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很忙，不好意思。我们找到米娜了。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们是唯一一家在做人体冷冻的机构，对吧？而在过去这几年，有一位女士的大脑一直放在这里，应该就是米娜的吧？想不到你们会发现。何医生，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还有我的未婚妻天心和李医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Frank 犯下的罪，其实并不是什么大罪。如果我们再把他跟米娜的故事告诉法官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赢取很多的同情分，来帮他减刑。你愿意把故事告诉我们吗？你们可以进去了。你好，昨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可是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请你相信我们。
我跟天星是来帮你的。连我都办不到的事情，以你们的知识，又怎么可能办到呢？你说的没错，我们两个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你优秀，不管是在理想、梦想，还是学历上。可是你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却是连你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我倒想知道，你说的究竟是什么？ Frank， 昨天你的牺牲呢，我都听到了。你说你能够听到我的心声？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们知道了？一个被认定有精神病的生物科学家 Frank 因为盗窃尸体而面临入狱的危机。在我与天心对他的访谈中，始终不肯透露这个行为的真正动机。因为一个契机，我找到他以前工作的医院，发现了重大的线索，足以证明这个人在别人眼中是个变态、有怪癖的男人。实际上，他背负着悲惨的过去。每个人有着自己的故事。即便是疯子，也不会例外。安警官，关于 Frank 的案件，我有新的进展。你们没有骚扰过他吧？你放心，他没有被打扰。Frank， 而且我希望你真的可以相信我跟天心。我跟天心是打从心底来真的来帮你的。对于你过去的遭遇，其实我深同感受。你的未婚妻也有病。是，在一场车祸之后，我得到了一种特别的能力。也许你不会相信，我曾经能看得到别人心里说的话，但我却被怀疑有着精神病。而高凯他一直在帮我离开这里，让我重新去过正常的生活。对于你的勇气，我真的非常佩服。我也现在才了解到，为什么你为米娜做那些事。如果米娜还在，一定会很喜欢你们。你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有关米娜的事情吗？
米娜，她是何医生的一个病人。从小，她就患了先天性的胰脏异常，她的血型很特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供体去进行交换。要治好米娜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去为她重新培植一个全新的胰脏，再给她动手术，移植上去。这样子的话，手术的风险大吗？在同一类的病例之中，用干细胞的科技，最多也只可以培养出一部分的胰脏细胞，用来修补病人的胰脏。如果要完整的培育出一个全新的胰脏，在医学界还是第一次。我想，还没有人有这么大胆的想法。你的意思是，你拿米娜来？你是想说，我拿她来当我的白老鼠？没错，她也知道风险很大，但是为了成全我，她愿意冒生命危险。那这么说，你跟米娜在入院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不，是入院之后。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我跟米娜就是在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对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生物科学的主管 Frank。Mina， 你好。你好。Frank， 你疯了吗 ？Frank， 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的。但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治好米娜。我知道你跟米娜正在谈恋爱，但是我们搞医学研究的，绝不可能将感情放在工作之上，要不后果很严重，你知道的。更何况，医院方面也绝不会答应的。我知道你这样都是为了我好，但这次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支持，就让我任性一次。你知道我这个人不随便求人，但是这一次，我求你帮帮我。好吧，如果医院方面出问题，我会站到你这边。谢谢你，祝你们两个好运。谢谢。我已经决定了。等会儿回去，你就让何医生给我签同意书吧。你要知道，这个手术风险很大。我当然知道，从小我就已经得了这个病，久病成医。我想我对胰脏的知识一定不会比你少。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又决定得这么快？我不想再这样下去，我想快点康复。
还有，我相信你。我知道我的未婚夫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医治我，你一定不会让我有事的。我一定会。但是我想，在手术之前，我们还是先结婚。不好。每个女生呢，都希望自己在最漂亮、最好的时候结婚。我知道我现在不是，不如等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完全康复，我们再结婚吧，好吗？好。伊娜是我见过的女孩中最好的一个。为了让她康复，我尽了一切努力，终于成功培植一个新的胰脏出来。1个月之后，由何医生担任她的主治医生，为米娜进行移植手术。但最后，手术失败了。Frank， 人死不能复生，你就不要太伤心了。我知道现在跟你说什么也没有用，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我们这位朋友办好身后事。米娜她没有家人，她在家属一栏上写了你的名字。你先冷静一下，等恢复一点的时候，就快去签个名吧。签好之后，我好可以给她进行冷冻处理。冷冻？对了，你说的没错，冷冻。你在说什么？我要为米娜做点事，你一定要帮我，何医生。我和米娜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那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米娜复活？没错。只要她的大脑还存在一天，我就一定有办法让她回来。不管有多困难，不管要等多久，我一定可以。你可以把你跟我们说的，也跟警方说吗？你想让我告诉警方我跟米娜的事？没错。还有，我今天早上见了何医生，他让我跟你说，你可以尽管放心。他不会让任何人去打扰米娜的。何医生的确是个靠得住的朋友，我可以和警方合作，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不想何医生受到任何牵连。您进来一下。好。好，我先答应你。不过，让我去跟李医生先商量一下。好，我在这里等你。坐。我们可以答应 Frank 的要求吗？安警官刚刚已经跟我联系了 ，Frank 的事情他们会接手。就是说，我们不能答应他隐瞒何医生的事情。你们跟 Frank 的关系是病人和医生。如果我要帮你们删除任何关于访问中的对话，这有违反医德的。
天心，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需要院长帮你写好一份报告，交给法庭。如果你们能够帮到 Frank 早点完成这件事情，我会帮助你提早离开这里，你明白吗？如果你不肯帮忙，那么我现在就走。你说什么？表姐，我记得最初来到这里的时候，要面对这些精神病人，我的心里其实每次都很害怕。可是听到你说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就舒服很多，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非常有意义。刚才 Frank 的故事你也听到了吧？他肯向我们说出心里的话，是因为他信任我们。Frank 都这样信任我们了，如果连他唯一的要求我们都不能答应的话，那岂不是所托非人了？表姐，我觉得天心说的对，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好吧，一会儿安警官来，我不提何医生的任何事情。真的吗，表姐？谢谢你，表姐。还有一件事。还有什么事？刚跟 Frank 的访谈中，我觉得他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他不会被抓去坐牢吧？他装疯卖傻，只是不想让何医生受到牵连而已。你放心。你放心，没事的。他们两个就跟何医生一样信得过，你不用担心，很快就没事了。所以到了最后，他也被判定了有精神病。想不到一个那么有学问、那么冷静的人，会为了死去的女朋友而疯了。Frank 他就是他爱 Mina， 所以会奋不顾身，帮他去做这么多疯狂的事情，想尽办法要让 Mina 活过来。这个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是怎么都不会想到的。谁知道，最后 Mina 还真的在他的脑海里活了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不算是个太差的事情。高凯啊，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和 Frank 一样为我而疯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你会的，但我不想你一辈子浑浑噩噩的过着日子。要是我能选择的话，我就宁愿你将我完全的忘记，去重新的过日子。说的简单，做的难。要把你忘记，是这一辈子最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我真的要死了，在那之前我会去找表姐，让表姐她把你催眠了，然后把你脑海里关于我的东西呢拿走，不就可以了？傻瓜，你舍得？早就为你而疯了。
不行不行，我反对。为什么反对？我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我说不行就不行。最近高凯跟天心的表现，你不是看不到的。为什么你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病人呢？哎呀，如果真是那么单纯的话，我怎么会反对得了呢？但是现在问题是，那个有需要的人，但是思源呢？你知道我不会放弃思源的。我怎么能不知道你的脾气呢？可是，这件事关系到思源，由你来处理，你觉得这样合适吗？我知道我去管思源的事不是很恰当，但是以现在医院的人力资源根本不够。你忍心看思源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吗？只有你才有资格去决定这个事情，毕竟他是你儿子。其实，有很多被认为有精神病的人，都比正常人要聪明，而且是超出了我们理解范围的那种聪明。我的表姐任职精神科的医生李世慧，说医院里曾经有3位助诊医生，他们充满了理想，希望用另类的方法去帮助一些被外界误解的精神病人。最初的时候，他们也像我和天心一样，让几个病人得到了释放，甚至痊愈。可是接下来，他们就在接触一位病人时遇上了意外，其中一位医生也变成了病人，而最终我跟天心也跟这位医生碰上了。诗诗啊，你知不知道我刚刚跟谁聊过？谁啊？是作者。作者？他终于跟你见面了？想不到吧？那他说什么？他说，其实他不是真的有精神病，他只是在为新的故事找新题材，所以脑袋里面不断的在交战着。其实他不是真有病。那他为什么之前跟小川见面，却不想跟你说话了？不清楚。不过我终于可以证明到，我程思源不会比小川差。真受不了你们！明明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为同一个目标而去奋斗，你就老爱跟他争。更何况你成绩也不差。你真这样想？诗诗，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早点认识的话，你觉得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哎，你们2个也在啊？小川，都几点了，不吃饭啊？诗诗，我们去吃点好吃的。好。思源，一起吧。哦，不了，我还有工作要做，你们去吧。好，那我们走吧。啊。院长的儿子，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医生？思源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院长给他耳濡目染，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比他父亲更成功的人。他虽然有时候很冲动，但总归来说，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精神科医生。我听你说过，除了你跟他之外，
不是还有另外一名医生吗？小川，同届的毕业生，一起考上研究生，一起让院长招来这边做主诊医生。那你们都是同学吗？他们是我学长，我们是在研讨会上认识的。要不是小川，我可能也不会来这边工作。表姐啊，你跟小川是不是谈过恋爱啊？嗯。不过我也一直知道，思源其实是喜欢我的。我们那个时候3个感情特别好，每天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下了班一起研究个案。我们3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希望能帮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有一天，慢慢发现，思源开始变了。他变得很喜欢跟小川竞争。我在想，他是想从小川那边把你抢过来吧？可是，思源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从来没有仗着自己的父亲是院长，而去欺负小川。他想要竞争的，只是在医学上的成就，去超越他。那就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吗？让他们关系决裂的，是这里的一个病人。谁呀？作者。思源，你真的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我当然有考虑了，别忘了我跟你一样，也是1级荣誉毕业的。我反对你这样做。你凭什么？思源，作者本来就是我的病人，从他进来到现在，我一直都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这个病人可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要是掌握的不好，后果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你就这样让他出院，不觉得是太过轻率了吗？小川，你这样说的意思是说我比不上你吗？你说到哪儿去了？我现在告诉你，以我专业的判断，作者是一个100%的正常人，是你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才会误判他有精神病。我现在就让他离开这里，让他重新过新的生活。你没有权利阻止我。思源，你一定要坚持这么做吗？是。那好吧，我不干了。诗诗，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你留下来，这里需要你。思源。表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概在半年之后，警方在路上找到流浪的作者，他精神有点异常，所以他们把他送来医院。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震惊了。作者他做了什么事啊？他离开了医院，到了欧洲，找了个黑市的医生，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很大的手术？什么手术啊？ Trepidation，
是头骨穿孔吗？没错。然后他怎么了？这也是我跟思源的疑问。但思源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情，单独在屋子里面做了一个无记录的访谈。我记得他们在屋子里面足足聊了4个小时，之后思源就改变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他跟我说，他开始认同作者的想法，他做了这个手术是对的。思源认同他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其实到了一个正常人无法接触的境界。他开始觉得，他也应该做这个手术。他说，作者让他推翻了这10几年他对事物的看法。思源怕步他后尘，也去做这个手术，所以让我跟院长，在他还有理智的情况之下，把他当成精神病人一样看待，以免做出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事情。你有了解过他们做完这个 trepanation 手术之后，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了。他交代我们之后，就跟我们断绝了所有的接触，也不跟我们说话。我和院长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在病房里，因为至少他在病房，我们能确保他的安全。不过最近，他的情况变差了。情况变差？那病人怎么样了？他的行为和举止，真的像极了另外一个人。我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无药可救。我不能再等，我必须要做些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小川找回来呢？这1年来，他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他。现在能帮我去解开谜团的，或许只有你跟天心了。你确定我跟天心真的有办法跟他沟通？我没有其他选择。你们愿意帮我吗？没问题，你就尽管去安排吧。好，你们跟我来。这些都是思源以前最喜欢看的书籍。没想到他对这方面这么感兴趣。他曾经说过，从小就喜欢这些古怪的主题，什么灵异呀、太空人、阴谋论，这些书他都会百看不厌的。这么多资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你们就随便看看吧。我只是希望你们在见他之前，能多了解他的思路。我明白了。我想吃点东西，你要吗？好啊。表姐，你要吃点东西吗？不用了。啊。这些书你全都看过吗？差不多。表姐啊，我有一个女性直觉的问题，想问你一下。你说啊。你真的是喜欢小川，但对程思源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到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带他进来。程医生，请坐。已经好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我是高凯，他是天心，我。 这次会面，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跟 Dr. Lee 有个协议，大家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他也不会再知道我的事。所以，我希望在控制室的你，可以关上所有的录影跟监视器。我要这次会面绝对保密。好。 我可以骗你说，我把所有监视器都关了，你也不会知道。我会知道的，我一定会知道。怎么样？答应吗？ 我会把仪器关掉，接下来的事情就靠你们了。没问题。那我们开始吧。